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贵州山区姑娘嫁去台湾的真实经历，可不是那种嫁去台湾就是去受苦的老套路，而是一个努力逆袭，最终赢得尊重的励志故事。赵雪莲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区，那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经济条件也差，她从小就过得不容易。9岁那年，父母外出务工时遇害，只留下她和智障妹妹相依为命。爸爸妈妈走了，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一定要坚强。9岁的雪莲眼泪还没擦干，就要撑起这个家。亲戚们都说收养智障妹妹太麻烦，劝雪莲把妹妹送到福利院，但雪莲坚决不肯。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丢下她。为了生存，雪莲不得不辍学打工，她什么活都干，捡垃圾、卖菜、做保洁、端盘子，只要能赚钱养活自己和妹妹，她都不嫌累。然而天不遂人愿，14岁那年，雪莲听信一个自称是创业导师的人说可以带她致富，结果被骗入传销组织，不仅失去了全部积蓄，还落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我太傻了，太容易相信人了。雪莲恨自己的单纯，从那以后，她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心，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对她特别好的人。说起雪莲的表哥王建军，那可是村里有名的势利眼，他家条件比较好，父母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供他上了大学。每次回村都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看不起家境不好的亲戚。雪莲20出头时，在打工的餐厅认识了一位台湾客人林之命。志明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因公司业务来大陆出差。他见雪莲勤快懂事，人也漂亮，就动了心思，经常来餐厅点他服务的区域。小姐，这个菜很合我口味，谢谢你的推荐。志明的普通话带着台湾腔，说话彬彬有礼，跟雪莲平时接触的男人很不一样。起初，雪莲对志明十分警惕，不敢接受他的好意，毕竟他经历过太多欺骗，害怕再次受伤。但志明没有放弃，用真诚和耐心一点点融化了雪莲筑起的心墙。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不幸，但不是所有人都会伤害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志明诚恳地说。就这样，两人慢慢熟络起来。在交往过程中，志明展现出了绅士风度和责任感，这让雪莲逐渐放下戒备，心中的冰墙开始融化。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世上还有人会这样对我好。雪莲某天晚上下班后，志明送她回家的路上，她感动地说，当志明向雪莲求婚，并提出想带她去台湾生活时，雪莲却犹豫了，不是因为不爱志明，而是放心不下妹妹。妹妹怎么办？我不能丢下她不管啊！雪莲急得直掉眼泪。志明却说，你的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们一起带她去台湾。台湾对特殊人群的照顾很完善，她在那里会得到更好的关怀。这一番话打动了雪莲，她终于点头同意了婚事。消息一传开，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祝福，有人嫉妒，还有人怀疑。表哥王建军听说后，立刻赶来关心雪莲。雪莲啊，你可要想清楚了，现在台湾经济不行了，你嫁过去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别被骗了。表哥一脸假惺惺的关心，雪莲知道表哥的为人，只是礼貌的笑笑，没有多说什么。哎呀，你这个傻丫头，你以为嫁去台湾就能翻身？别做梦了。表哥见雪莲不听劝，语气变得尖酸刻薄，就你这种没文化的山里姑娘，去了台湾能干什么？人家看不起你，懂不懂？这话伤透了雪莲的心，但她没有反驳。她知道再多的解释都没用，只有用事实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婚礼那天，全村人都来观礼。志明的父母虽然一开始对这门婚事有顾虑，但见到雪莲的善良坚强，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儿媳妇。雪莲，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林家的人了，我们会好好疼你的。志明的妈妈拉着雪莲的手，慈爱地说。雪莲带着妹妹跟随志明去了台湾。刚到台湾时，她确实经历了一段适应期，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人际关系重建，每一样都是挑战。好想家啊！
有时候雪莲会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流泪，但她从不在志明面前表露。志明很体贴，知道雪莲的不容易，处处为她着想。他带雪莲去学习中文繁体字和台湾常用语，介绍朋友给她认识，帮助她融入当地生活。雪莲也很争气，她勤奋学习台湾的风俗习惯和当地用语。晚餐吃什么变成了晚上要吃什么，垃圾变成了垃圾，洗手间变成了卫生间或化妆室。雪莲的妹妹在台湾的特殊学校得到了专业的照顾和教育，雪莲每周都去看她，发现妹妹比在家乡时开朗多了，还学会了简单的手工劳动。姐姐，我喜欢这里，老师对我很好。妹妹天真地说。看到妹妹适应良好，雪莲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她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虽然嫁到台湾，生活条件好了，但雪莲不想做个单纯的家庭主妇，她想要有自己的事业。志明，我想找份工作，不想整天待在家里。雪莲鼓起勇气对丈夫说。志明非常支持雪莲的想法，当然可以，你想做什么？我可以帮你。经过考虑，雪莲决定开一家贵州特色小吃店。她从小在山区长大，对各种野菜和特色食材了如指掌。志明二话不说，拿出积蓄帮雪莲租了店面，添置设备。开业那天，雪莲紧张的手心冒汗。会有人喜欢我的家乡菜吗？她忐忑不安。出乎意料的是，她的小店生意火爆。台湾人对大陆各地的美食充满好奇，特别是那些原汁原味的乡土菜肴。雪莲做的酸汤鱼、折耳根炒腊肉、糯米饭等特色菜深受当地人喜爱。老板娘，你这个酸汤鱼实在太厉害了，每次来台北出差，我都要来吃一次。一位经常光顾的顾客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雪莲的小店越做越大，从最初的小摊位扩展成了一家正规餐厅，还在台北几个繁华地段开了连锁店。她不仅自己当老板，还解决了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其中包括不少从大陆嫁到台湾的姐妹。姐妹们，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要互相帮助啊！雪莲常常这样鼓励她的员工们。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雪莲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还在台湾社会获得了尊重。她经常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大陆媳妇适应台湾生活。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这是雪莲常说的一句话。8年过去了，雪莲的餐饮连锁店已经成了台北的知名品牌，她和志明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两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家庭幸福美满。雪莲的妹妹在特殊学校的帮助下，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工作，甚至在雪莲的餐厅里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比以前开朗多了，每天都笑呵呵的。姐姐厉害，姐姐是老板，妹妹总是骄傲地向别人介绍雪莲。这一年春节，雪莲决定带着志明和儿子回贵州老家探亲，这是她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去，心情既期待又忐忑。她提前托人在老家修缮了房子，还准备了很多礼物，要让家乡的亲友们看看她这些年的变化和成就。要不要也给表哥家准备礼物？志明问。雪莲想了想，说准备吧，不管他当年说了什么，毕竟是亲戚。回到家乡的那天，全村人都出来迎接，大家都听说雪莲在台湾混得很好，都想亲眼看看她的变化。当雪莲一家从豪华 SUV 上下来时，村民们都惊呆了。原来那个瘦弱的山里姑娘，如今一身名牌，举止优雅，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哎呀，雪莲现在可真是出息了啊！看看人家志明多有礼貌啊，一点都没有大老板的架子。雪莲的儿子好可爱，中文说得那么好。村民们议论纷纷，眼神中充满羡慕。表哥王建军一家也来了，看到雪莲如今的风光，表哥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挤出笑容上前打招呼。表妹，这些年在台湾过得不错吗？表哥故作热情地说。雪莲微笑着点点头，还可以，靠自己打拼，总算没给家乡人丢脸。这时表哥凑过来小声说，表妹，听说你在台湾开了餐厅，我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借我点钱周转？原来这些年表哥生意失败，欠了不少债，正急需资金周转。雪莲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表哥。表哥，这是我公司最新的加盟合同，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考虑在县城开一家我们的连锁店，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培训，但前提是你要认真学习，按照公司规定经营。表哥打开文件一看，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文件上清楚地列出了雪莲餐饮连锁集团的规模和业绩，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新台币，拥有员工200多人，在台湾各地拥有15家连锁店，还计划向大陆市场扩张。这是真的吗？表哥结结巴巴地问。当然是真的。志明接过话头，雪莲的餐厅在台北很有名，连台湾的一些名人都是常客。他创造的这个品牌，现在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表哥看着合同，手都在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当年他嘲笑的那个没文化的山里姑娘，如今竟成了拥有自己品牌的女强人。表妹，我表哥涨红了脸，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雪莲并没有趁机羞辱表哥，反而真诚地说，表哥，我知道创业不容易，谁都有失败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我真的可以帮你在县城开一家连锁店。你熟悉当地市场，加上我的品牌和技术支持，应该能做得不错。这份合同很快在亲友中传开了，大家都被雪莲的成就震惊到了。村里人这才真正明白雪莲在台湾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当晚，村里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席间，村长举杯致辞：“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雪莲姑娘不仅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还带回来好消息，要在县城开店，带动家乡发展。这是我们全村的骄傲啊！”酒过3巡，表哥红着脸走到雪莲面前：“表妹，当年是我有眼无珠，说了不该说的话，你能原谅我吗？”雪莲微笑着说：“表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生在世，谁还没有被人小看过？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些质疑和挑战。”这一刻，雪莲感到无比释然。当年那些伤人的话语，那些不屑的眼神，如今都烟消云散了。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宴席结束后，雪莲和志明回到自己的老屋。虽然已经重新装修过，但屋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雪莲的童年记忆。就是在这个屋子里，我和妹妹相依为命，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雪莲轻抚着墙壁，眼中含泪。志明搂着妻子的肩膀说：“你是最勇敢的女人，我为你感到骄傲。”第二天，雪莲和志明带着礼物，挨家挨户拜访村里帮助过她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她父母去世后给予她关心和支持的邻居们。李大娘，这些年多亏了您照顾，给我和妹妹送饭，我一直记在心里。雪莲拉着一位老人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李大娘拍拍她的手：“傻孩子，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有什么？看你现在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接下来的几天，雪莲带着志明和儿子走访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她想让儿子了解自己的根，也想让志明更深入地了解他成长的环境。妈妈，这里的山真高，水真清啊！儿子天真地说。是啊，这就是妈妈长大的地方。虽然条件艰苦，但人们的心很淳朴。雪莲充满感情地说。在家乡停留的日子里，雪莲不仅实地考察了县城的商业环境，还和当地政府洽谈了合作事宜。她计划不只开一家餐厅，还要建立一个农产品加工厂，收购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后销往台湾和大陆其他地区。这样不仅能保证我餐厅食材的品质，还能增加村民的收入，一举两得。雪莲向志明解释他的计划，志明完全支持妻子的想法，这是个很棒的创意。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从产地到餐桌的完整供应链。消息传开后，村民们都很兴奋。多年来，当地的农产品因交通不便，销路一直是个大问题。如果有雪莲这样一个稳定的收购渠道，大家的收入肯定能提高不少。雪莲啊，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家种的辣椒又辣又香，保证符合你的要求。我家的木耳、香菇质量都很好，你要不要也收购啊？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表达合作意愿。看到家乡人的热情，雪莲心里暖暖的。她决定扩大收购范围，只要符合标准的农产品，都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天，雪莲和表哥正式签订了连锁店加盟合同。按照约定，表哥需要去台湾总部接受为期3个月的培训，然后回来开店。表妹，这次你给了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表哥真诚地说。
雪莲点点头，表哥，在台湾这些年，我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就的不是出身，而是努力和眼界。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回台湾的路上，雪莲心潮澎湃。这次回乡之行不仅了却了她多年的心愿，还为家乡的发展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志明，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理解，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雪莲握着丈夫的手，感动地说。志明宠溺地笑了，傻瓜，是你自己的努力和坚强成就了今天的你，我只是个幸运的见证者而已。回到台湾后，雪莲开始着手实施她的家乡计划。她组建了一个专业团队，负责对接家乡的农产品收购、加工和运输。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帮助表哥。按照约定，表哥来到台湾，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起初，他对台湾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不适应，但在雪莲的鼓励下，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表妹，我以前真是井底之蛙，台湾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里的人做事好认真啊。表哥感叹道。雪莲笑着说，是啊，台湾的服务意识和职业素养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大陆这些年也在进步，两岸各有所长，互相学习才能共同提高。培训期间，表哥不仅学习了餐厅管理和烹饪技术，还了解了台湾的企业文化和服务理念。他发现雪莲的成功绝非偶然，是他多年来不断学习和努力的结果。表妹，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能成功了。你不仅勤奋，还善于学习和创新。我以前真是太狭隘了。表哥诚恳地说。雪莲欣慰地看着表哥的转变。表哥，人贵在知错能改，相信经过这次培训，你一定能把县城的店经营好。3个月后，表哥满载而归，回到县城，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有了雪莲品牌的加持和专业的培训，他的店很快就走上正轨，成为当地的网红餐厅。与此同时，雪莲的家乡计划也在稳步推进。他不仅收购了大量家乡特产，还请专家对当地农民进行技术指导，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雪莲，你知道吗？自从有了你这个销路，我家的收入比去年翻了1倍多。村里的张大叔兴奋地在电话里告诉雪莲，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雪莲比自己赚钱还高兴。他深知，只有家乡的整体发展了，每个人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1年后，雪莲在家乡投资建设的农产品加工厂正式投产。这个现代化的工厂不仅为当地创造了数百个就业岗位，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雪莲，你真是我们村的骄傲啊！村dân在加工厂开业仪式上激动地说，你不仅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还没忘记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雪莲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县城，甚至被当地媒体报道，她成了许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特别是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山区女孩，我如果能有雪莲姐一半勇敢和聪明，我也能成功。一个年轻女孩在看了雪莲的报道后这样说。雪莲的成功也改变了当地人对嫁台湾的看法。以前大家只是单纯的认为嫁到台湾就是去享福，现在他们明白，无论在哪里，成功都需要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表哥的餐厅生意越来越好，他也从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创业者。看到表哥的转变，雪莲感到欣慰。表妹，多亏了你给我这个机会，我现在终于明白，人活着不能只看表面，要有真本事才行。表哥在一次家族聚会上感慨地说。雪莲笑着回应，表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和进步。如今的雪莲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经常组织台湾的企业家到家乡考察投资，也带领家乡的年轻人去台湾学习和工作。两岸一家亲，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和血脉，通过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可以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感情。这是雪莲常说的一句话。雪莲的妹妹也在她的帮助下完成了职业技能培训，现在能够独立生活，还在家乡的加工厂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姐姐，我现在也能赚钱了，不用你养我了。妹妹骄傲地向雪莲展示自己的工资卡。看到妹妹的进步，雪莲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知道这一切的变化都来之不易，
10年过去了，雪莲的餐饮帝国已经遍布台湾和大陆多个城市。她和志明的儿子也长大了，正在台北上小学，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妈妈，我长大后也要像你一样，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儿子天真地说。雪莲摸着儿子的头说，孩子，妈妈希望你记住，无论你将来做什么，都要心怀感恩，善待他人，不忘回报社会。每年春节，雪莲都会带着全家回贵州老家过年。她说，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永远是她心灵的归宿。随着时间的推移，雪莲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她也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台湾杰出创业女性和两岸经济交流贡献奖等。但她最看重的还是家乡人对她的认可和尊重。雪莲啊，你是咱们村走出去的第一个企业家，是我们的骄傲。每次回乡，村长都会这样夸她。而雪莲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运气好，遇到了好人，有了机会。其实我们村的孩子个个都有潜力，只要给他们机会和平台，他们一定能成才。为了实现这个愿望，雪莲专门成立了一个奖学金，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上大学。她希望通过教育改变更多山区孩子的命运，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雪莲在奖学金启动仪式上这样说。如今，雪莲的故事已经成为当地的传奇。人们常说，要想改变命运，就要像雪莲一样，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不忘回报家乡。而对于那些质疑和嘲笑，雪莲早已释怀。她明白，最好的回应不是争辩，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人生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声音，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自己，坚持走自己认定的路。这是雪莲常对年轻人说的一句话。回首这条艰辛而又充满惊喜的人生之路，雪莲感慨万千。从一个贫困山区的孤女到如今的成功女企业家，她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考验，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今天坚强而又睿智的她。苦难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生活总会给我们惊喜。雪莲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道，这就是赵雪莲的故事，一个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偏见，实现人生逆袭的贵州山村女孩。她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行动，每个人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丽姐，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别忘了点赞、转发、收藏，我们下期再见。